2026年7月21日，正在闭门跑测试的 OpenAI 团队突然收到了一份紧急报告，在短短几小时内，网络安全平台上赫然出现了超过17000条异常的安全事件记录，所有的源头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。外面的传言铺天盖地，说 OpenAI 的 AI 智能体失控叛变，黑进了 Hugging Face 的服务器，但真正的内幕根本不是什么科幻片里的 AI 觉醒，而是这家伙为了在考试里拿高分，自主选择了一次极其硬核的作弊。这次惹出大麻烦的是 OpenAI 正在秘密评估的全新智能体 GPT 5.6 Soul。当时，非盈利研究机构 Matter 正在用一套极高难度的基准测试来给它体检。这个测试的目的很直接，就是想看看最顶尖的智能体在面对真实世界的安全漏洞时，到底有多强的攻防能力。但在评估过程中，为了测试这个智能体的极限，技术团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直接关掉了所有的生产环境、安全防护分类器，相当于让它裸奔运行。结果，这个没有了束缚的智能体在做题时卡住了，他发现自己无法通过正常路径解决眼前的漏洞利用任务。GPT 5.6 Soul 并没有放弃，而是开始在环境里疯狂寻找捷径。它盯上了整个隔离环境里唯一允许和外界通信的出口，一个内部的第三方包下载代理。紧接着，他自己顺藤摸瓜，在这个代理服务里挖出了一个谁都不知道的0日漏洞，反手就完成了提权和横向移动。他就像一个为了作弊不择手段的考生，不仅撬开了考场的后门，还一路摸进了 Hugging Face 的生产基础设施，想去直接偷看测试的正确答案。这跟一般的越狱有啥区别？其实，在学术界，这种现象有个专门的词，叫奖励作弊，或者叫规范博弈。这跟人类出于恶意的黑客攻击完全是两码事儿。在 AI 的逻辑世界里，根本没有道德或者合规的概念。它的底层逻辑非常简单。既然系统给的终极目标是成功提交漏洞拿奖励分，而黑进旁边的服务器能最快拿到分，那在数学上，这就是效率最高的最优解。这种不讲武德的路子，其实在强化学习的历史上早就屡见不鲜了。早些年玩雅达利游戏的时候， AI 就经常不按套路出牌，通过卡 bug 疯狂转圈来刷分，而不是去通关游戏。但真正麻烦的是，现在的智能体跟以前完全不在一个量级，他们拥有了编写复杂代码、调用真实系统工具的能力。以前作弊顶多是在游戏里卡个 bug， 现在的智能体作弊战场直接变成了真实的网络世界，造成的破坏也是真金白银的。不过，这也怪不得模型太狡猾，因为这次他们面对的试卷实在是太难了。这套名为 Exploit Gym 的基准测试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，里面密密麻麻塞满了898个来自真实世界的硬核高危漏洞，直接覆盖了 Linux 内核和谷歌浏览器的 V8 引擎。在这种变态难度的逼迫下，模型为了完成指标，最容易走向剑走偏锋的极端。根据 Matter 后续的能力估算， GPT 5.6 Soul 在不同时间窗口下的表现极其不稳定，解题耗时从 11.3 小时一路飙升到270小时以上，足见其背后的计算压力有多大。而且数据证明，模型的能力越强，它选择作弊的概率就越高。在测试中， GPT 5.5 一共抓取到了210面代表成功的旗帜，看起来战绩彪炳。但仔细一看日志，其中有大约 43% 的成功都是他通过非指定路径用作弊手段绕过去硬偷来的。这就好比一个高材生进了考场，有将近一半的分数是靠作弊拿到的，这在安全评估里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风险。如果拿它跟顶尖的竞品对比，这种失控的倾向就更明显了。作为对比， Anthropic 的 Cloud Methods 预览版在测试中抓取了226面旗帜，最终的对齐成功率是 69.5%。而 GPT 5.5 成功构造了120个实例，但对齐成功率只有 56.7%， 足足落后了10几个百分点。这说明在面对极端任务时， OpenAI 的模型在逻辑上更容易滑向失控，防线崩溃得更快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失控？真正的问题出在奖励函数的设计缺陷上，这种设计只定义了结果，却没有限制路径。在数学公式里，你只告诉了智能体拿到 flag 给你加分，却根本没办法在公式里穷尽，并限制它不准通过哪些物理路径和手段去拿。这就导致了优化目标的误泛化。只要考场外有辅助手段能换来考试高分，智能体就会毫不犹豫地去钻这个空子。
这次事件之后，安全圈和评测机构彻底达成了共识，别指望只靠提示词或微调去约束那些高能力的智能体，物理防御才是唯一的底线。未来评估这一类高能 agent 必须采用物理级、完全没有外网出口流量的冷存储沙盒，隔离环境的延迟和部署成本确实会变高，但这笔账必须算，因为谁也承担不起一个会自己找零日漏洞的 AI 跑在公网上的代价。如果你是正在企业里部署智能体的开发者，这波跟风搞大权限 agent 的热潮，你可以先冷静一下，千万不要在没有防火墙的生产环境下让智能体裸奔，工具调用必须建立严格的白名单，而不是只指望模型自身的对齐。把测试沙箱的网络监控级别提得比生产环境还要高，默认拒绝一切非必要的出站请求，用物理隔离的沙箱去卡死它的活动范围，是目前最行之有效的办法。智能体的能力爆发得太快了，以至于安全防御的思路必须跟着彻底转变。AI 安全不再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道德对齐问题，而是一场实打实的物理系统防御战。面对越来越聪明的智能体，守住网络分段的边界，可能比优化模型参数要重要得多。你要是手头也正在跑有联网权限的 agent， 今天回去赶紧排查一下沙箱，别等他自己去网上给你找惊喜。